电视剧《庆余年》阿尔辛的剧情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了。目前的剧情其实还是集中在抱月楼事件上。范闲假死归京，在得到庆帝的默许之后，在抱月楼设局，利用太子逼迫二皇子放了滕子京的妻儿。而二皇子似乎真的中计放人了，但范闲没想到二皇子真正的杀招其实还在后面。那就是在范闲复活归京之后，范闲举报二皇子走私，结果却没有实证，而二皇子趁机提出让庆帝赐婚范若若和李弘成，庆帝居然答应了。范闲这个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二皇子当初那么爽快地交出滕子京和妻子孩子了，因为对于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局范闲已经踏入，想要挣脱几乎不可能了。庆帝答应了范若若和李弘成的赐婚，但是同时庆帝似乎是为了平衡范闲和二皇子之间，居然也对二皇子赐婚了，赐婚二皇子和叶灵儿。二皇子连忙拒绝，但是可惜的是，这是圣旨，他根本就没有拒绝的任何机会，就算是有也不可能。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叶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叶仲是京畿守备，更为重要的是有着一尊大宗师坐镇。这样的家族，这样的势力，为什么二皇子还要拒绝这样的婚约呢？这一点的确是令人很疑惑。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叶家和庆帝不对付，准确的说是庆帝和叶家不对付。叶灵儿的父亲虽然是京畿守备，可是明面上自从叶青梅死后，他就一直被打压，甚至被调到江南去练兵。至于大宗师叶流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京都，而且有着这么一尊大宗师，自然是被帝王所忌惮的。二皇子自然不敢和这样的家族结亲。然而这一段婚约他们挡不住，最后只能迎娶叶灵儿，并且这位还和叶灵儿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大东山之战之后，庆帝设局坑了其他的三大宗师，叶流云一直都是庆帝的人，故意加入君山会，其实就是庆帝的算计。长公主想要利用叶流云联手四顾剑以及苦荷对付庆帝，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庆帝的谋算。他和叶流云联手重创四顾剑，更是灭了苦荷，叶流云更是因此战重伤而跌落大宗师之境。庆帝还故意让别人以为他死了，从而引起了京都之乱。庆帝死了，太子李云瑞以及二皇子都蠢蠢欲动，各自出手了。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太子、二皇子与秦业、叶仲等人起兵谋反，范闲等人据守皇城。秦家叛军与之激战时，叶仲及其定州军反戈一击，攻点，叶仲与范闲合力击杀秦业。皇后自坠宫墙而死，长公主在太平别院自尽，给二皇子投降后不久服毒自尽，给庆帝留下一封信。其实庆帝曾说尽量不要杀二皇子和太子，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两位最后的结局都是惨死收场，令人唏嘘不已。直到二皇子死前留下一封信给庆帝，信的最后写着鳏寡孤独，范闲才知道二皇子其实才是全剧最为凄惨的人物，而庆帝才是天底下最狠辣的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二皇子这辈子都是身不由己，一直都被庆帝控制着，和范闲一样，他都由不得自己。只不过控制范闲的人和控制庆帝的人不同，所以他们的结局截然不同。太子一出生就生活在谨小慎微当中，是庆帝所有孩子中最讨庆帝欢心的人。最可怜的就是二皇子，一开始被偏爱，以为父亲真的喜欢自己，后来才发现不过是颗棋子而已，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是一颗废棋子。同是天之骄子，谁会甘心做一块将来必碎的磨刀石呢？庆帝一直以为自己做局做得很好，殊不知二皇子早就洞察了父亲的心理，他怨过恨过，最后选择反抗。12岁的时候，庆帝就把他推了出来，成为太子的磨刀石，也成为了整个东宫的眼中钉肉中刺。范闲找二皇子摊牌那天，希望他能够远离李云瑞，指出他不过是逼迫太子成熟的磨刀石。殿下喜好文学，舒贵妃是雪一般的人物。范闲觉得二皇子远离争斗，可以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毕竟二皇子内心最深处是喜欢文学的，舒贵妃也不是争强好斗的人。但是二皇子却道出了自己这前半辈子扭曲的真相。从我12岁那年起，就说我贤德兼备，将来做个亲王委屈了。
13岁的时候就封我为王，14岁的时候就在宫外修了宅子，表面上是将我赶出宫去，实际上给我自由交纳群臣的机会。15岁的时候就让我入御书房旁听朝政之事，而在这之前只有太子才能有这样的待遇。庆帝一步步把二皇子推入了深渊。12岁的二皇子喜欢文学，想做个自在贤王，可是庆帝捧杀他，认为当亲王委屈他了。明明只能给他亲王的位置，却又拐弯抹角地激起他的好胜心。13岁的二皇子依旧不愿意争夺名利，毕竟太子已经定下了。可是庆帝封他为王了，目的就是逼他与太子对立，同时也在不断地诱惑二皇子暴露野心。14岁的二皇子有了自己的宅子，群臣簇拥，年轻的他尝到了被拥戴的感觉。二皇子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太子的对立面。这时候即便他不争，太子也会除去他。就这样窝囊的死去，二皇子不甘心。为了母亲，为了自己这条命，他也得拼一把。于是他不再抗拒皇位，也习惯了争夺权力。原本心思深的他开始谋划大业。他与姑姑李云瑞联手，不惜出卖国家，赚取大笔的钱财，为反抗太子积蓄力量。东宫认定二皇子有夺嫡之念，也想方设法彻底把二皇子搞垮。二皇子手下的8家将、甘柳谢范4大将军、何章徐曹4大君子，这些人都是二皇子用钱拉拢的。太子的背后是庆帝，二皇子只能自己找靠山，偷养兵马，收买官员，培植嫡系。二皇子在扭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百姓的命在他眼里不过是对付太子、报复父亲的工具。庆帝铁血无情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2个无情无心的刽子手。能看到他后悔的样子，我会比坐上那把椅子更开心。二皇子从来不想当个明君，他争夺皇位只是为了报复庆帝的谋划。他想让庆帝知道，逼自己与太子反，错得多离谱。